南极的冰盖下到底隐藏了什么？它有没有生命的存在？俄罗斯曾经在这里钻探了20年，在4000米处就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我们知道南极大陆有1400万平方公里，如此广袤的土地被厚厚的冰层覆盖，平均厚度达到了1800米。这么大的一个冰盖，它蕴藏了地球上72%的淡水资源。虽然南极环境恶劣，但那里依旧有生命在顽强的活着。但有没有想过，在南极的冰层下也有可能存在生命？从上世纪的60年代就有人提出，在南极的冰盖下可能隐藏着一些大型湖泊，其中一个位置就在俄罗斯的科考站东方站的下面，但它一直都是猜测。直到1991年，人们通过机载雷达证实了这个想法，在南极的冰盖之下确实有异常的反射区，数据就表明东方站的下面确实有湖泊。那现在我们已经在南极的冰盖下发现了湖泊数量达到了400多处。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南极冰盖下大大小小的湖泊还有发达的水系。红线的位置标注的就是沃斯托克湖，也叫东方湖，它是南极冰盖下体量最大的一个湖泊。那么问题是，这些被冰层覆盖、长期与外界隔绝的湖泊有没有可能存在生命？那我们对这个问题非常的感兴趣因为南极冰盖下的情况像极了太阳系中的一些星球比如火星、土卫二还有木卫二。如果我们能在冰封的湖泊中发现生命，这对寻找地外生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这也可以让我们了解生命在极端环境下的演化那想要找到冰下生命，只能通过打孔取样来进行分析。那图中红圈标注的3个位置是3个钻探点，从左到右分别是英国钻探的艾尔斯沃斯湖美国钻探的惠兰斯湖，俄罗斯钻探的沃斯托克湖。那下面我们就说下沃斯托克湖和惠兰斯湖沃斯托克湖是南极冰盖下最大的湖泊，面积达到了15000平方公里，湖水深度800米，冰层厚度4000米，至少有15000年的历史，位于南极大陆的东部地区，海拔3500米这里气温非常的低，一般都在零下53摄氏度，是钻探湖泊中难度最大、环境最恶劣的一个。那对沃斯托克湖的钻探是从1991年就开始的，但由于资金的缺乏、设备故障、环境问题，主要是湖水污染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钻探工作一直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20年的时间。在2012年的2月8号，随着一声巨响冰下湖泊里的水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喷上了数百米的高空，钻孔深度将近4000米，打通了被封存了15000年的冰下湖泊。湖水的温度在零下3摄氏度，由于上层厚厚的冰盖，使得湖水在零下都没有结冰。我们还猜测在湖底可能有地热资源通过遥感测绘，我们绘制了沃斯托克湖的地形图，发现这个湖是由一高一低2个盆地组成的，中间有突出的山脊。那研究人员就认为，在山脊上可能有类似于海底的热液喷口。就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就显示，我们在湖水中发现了大量的有关单细胞生物的 DNA 片段，经过测序就发现湖水中不少于3500种生物，其中就包括古生菌、真菌、细菌当然还有一些多细胞生物，它们有些是嗜冷微生物，有些是嗜热微生物，所以这就印证了湖底可能有热液喷口的猜想。这些细菌可以利用湖底温泉的热量，将无机物转化成有机物来制造食物，它不仅能够供自己生存，还能养活整个这个湖泊的生态系统。好，下面我们说惠兰斯湖。惠兰斯湖是美国的钻探项目，这个冰下湖在南极大陆的边缘，所以冰层比较薄海拔也低，室外温度在零下15摄氏度，整体环境上来说的话，比沃斯托克湖要好很多，对吧？最主要的是，这个湖上覆盖的冰层的厚度只有800米，湖水深度只有2米，水下压力不大。那美国人在钻探前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专门花了6年的时间来解决钻探的过程中湖水可能被污染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让沃斯托克湖的钻探停止了10几年的时间。在2013年的1月，重达50万公斤的设备还有物资被运送到了惠兰斯湖的上方，光一台热水钻机的零部件就装满了整整6个集中箱可以看出这个设备还有工程非常的大。那为了防止湖水被污染，所有的设备在钻探前都要经过紫外线照射。那美国的钻探非常的顺利只花了7天的时间就钻透了冰层，湖水喷上了数十米的高空，这跟沃斯托克湖的压力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对吧？在对水样还有湖底沉积物的分析后，就发现惠兰斯湖中的微生物的密度更高，种类达到了4000多种，它们都是有数百万年历史的古生菌。在湖底我们就发现了古生物死亡还有代谢的沉积物，这些沉积物会释放出氨，
那么这些细菌就可以在暗无天日、寒冷的水中利用氨来获取能量，并且可以将湖里释放出来的甲烷还有二氧化碳合成有机物。可以看出，南极冰盖下的湖泊和外界隔绝了非常长的时间。在我们看来，这里基本上没有生存资源，但生命依旧想到了办法，要么是利用地热资源，要么是利用分解其他的物质来获取化学能量。这些微生物都在顽强地活着。对南极冰下湖的探索是本世纪生物学最令人激动的发现之一，它表明了与世隔绝的冰盖下的湖泊完全有能力养育生命。这也就是为啥科学家要探索火星南极冰盖的原因。目前已经发现了4个湖泊存在的证据，它们都位于地表以下 1.5 公里的地方。那我们相信微生物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活着。除了火星，在我们的太阳系的后院也有2个巨大的冰下海洋，木卫二还有土卫二。这2个星球的情况跟南极冰盖下的湖泊非常的相似，甚至它们2个的条件要好于南极冰下湖，因为它们2个的水体，冰下水体非常的大，比地球上的海水还要多。其次就是科学家已经确定了它们的海底有火山口，可以给微生物带来能量以及大量的矿物质。而且我们也认为地球原始生命的诞生就是在温暖的原始汤中形成的，所以这2颗卫星现在已经成为了太阳系中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地方。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个关注，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